真正擅长做 invest 投某资的人，一般来说，要么人格特征非常特异，就我说那种反社会人格，要么就很完善。人格比较完善呢，其实你更容易基于自己的理性做判断，而不是基于自己的感性习惯和漏洞做判断。那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孩子他的自我意识的形成，包括大家各自这些成年人自我意识的形成一个很重要的步骤，现在社会里面都非常匮乏的步骤，就是通过跟人打交道解决问题，这个就叫实践。现在的很多小孩包括说各自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的成长经历，如果你是那种家庭以前一般自己是做的比较成器的小孩，你回想一下，你童年一定有大量的机会自己去解决问题，你爸妈没什么时间管你，没有办法服务到牙齿，于是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空缺，你生活里面有很多服务空缺需要让你自己解决，你不解决你就要受到很大的冲击，于是你就会对我必须要解决问题，并且利用现有的资源解决我的困境产生一种直觉，甚至说我要预备防止我受到影响。而现在呢，很多小孩他爸妈已经解决了他生活中几乎100%的问题，就负责喘气儿，什么问题都不用解决，甚至于说跟人沟通解决问题。为什么我强调跟人沟通解决问题？因为这是你解决问题社会实践最简单最基础的一步。你想想是不是？不需要工具，不需要物质，不需要条件，就你张张嘴，利用身边的资源解决一下自己的问题，这种能力要是都没有，可以说你都不具备基本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是实践能力，明白吗？谢谢月明沧海。所以大家这一点要明确了之后，你可以回看一下自己成长经历。有些人说这孩子不像我呢，我小时候那样的。对了，你太能干了，你的孩子由于没有了各种各样需要解决问题的机会，他就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人的自我意识就不认为自己有可以这么做的一种选择和自尊。就我没试过，我没成功过，我怎么知道我能成功呢？我没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过一个积极的结果，我为什么要努力呢？这个就是很多富裕家庭的孩子容易空心化的一个表现。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爸妈很出息很厉害的，往往小孩真的就是有点让大家各自会稍微有点失望，是不是？所以呢，很多时候一定要明白，从哲学上，从最基本的人的自我意识形成的角度上来说是很关键的。他没实践过，他就不会产生一种自我预期，不会认为我可以解决问题，以及我是一个主体，我负责解决我的学习，解决我的未来发展，解决我成为社会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没有这个概念，我连问题都解决不了，我怎么可能是个栋梁之才呢？能明白吗？所以这和大家的成长经历，如果你也有从小很顺畅，大了之后我觉得我现在不太开心，我既不想成家，我也不怎么想社交，我人挺颓废的。其实跟你小的时候问题解决少了，缺乏成功的经验有很大的关系。你的自我意识在第一步，我的是谁，我存在的这个内核部分建立了，可是外延部分没有建立起来。什么叫外延部分？就是我如何跟世界互动，世界的互动和我的关系决定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怎么看待自己。没有这部分，就像说你没有照到镜子里的自己，你只是感觉到了我有手有脚存在，可是我长什么样，我是怎么样的，你看不到，因为缺乏实践。这部分的人就是现在很大的一部分群体，空心族。我什么都不想干，我没有需求，我也不想出去玩，我也不想结婚，我也不想谈恋爱，我什么都不太想，我也不知道我想啥。本质上其实就是缺乏对外部实践的反馈造成的。解决这个问题呢，到了成年之后就很难。如果在这里听说我家小孩是这样的，那么我需要告诉你的是，他如果错过了最小的这个时期，进入青春期之前的这个时期，或正在青春期之中的话，可以去引导一下。作为父母的话，多陪伴，多沟通，多带着他去实践。你要去解决的问题，你就带他解决问题，明白吗？那比如说我经常看见的一些提供服务者的这种家庭，小孩呢在玩手机，爸爸呢在努力的工作，有的时候在洗车，有的时候在叫卖。其实这个时候最应该做的事儿是能够带上他一起做，一起去解决问题，一起面对问题，
仿佛自己承担了生活的重压，让他轻松。然而其实你剥夺了他建立第二次自我意识自照的这个机会，明白吧？所以很多人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以为让孩子享福就是好事儿，事实上断送了他自我意识完整的形成的阶段。断送了这个阶段，十有八九这个小孩在学习上是不会有内驱力的。大家说，我孩子就爱看手机，我孩子不爱学习，他没解决过问题，他连最基本的具象化的解决问题都不具备，你让他具备抽象的解决问题的这种成就感是不成立的。你想，我跳一跳，我够着这水果了，这柿子被我摘着了，我吃到了好甜，这种正向反馈才能决定说这个题我解出来了好爽，明白吗？人没有正反馈，没有自照过镜子的时候，是没有意识去制造这种成就感的。你不要总觉得孩子叫不动，实际上是你自己也不爱动。你说我让孩子跟我一起干事他不愿意。孩子需要什么你理解过吗？你在前面就缺席了，现在就凭空的介入说你要按照我的方式去发展，怎么可能？你如果现在是后介入，你觉得你叫不动 OK， 跟你长期的缺席一定有关系。如果不是你太早的把他建立第一次自我意识的时间交给了手机，交给了外部，你没有参与的话，孩子从小到大最早的所有自我意识的寄托都在父母的怀抱里，你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就决定了他的感受甚至生死体验。对于婴儿来说，他一直到幼年期所有关注的自我意识的载体都是家长。那么他现在叫不动了，是因为你在这个阶段到他现在这么大的过程里很长时间的把他推走了，把他的时间空出来了，你缺席了，所以叫不动。那你现在又想重新参与进来，不好意思，那你现在需要先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他处在什么阶段，他对什么感兴趣，慢慢的再把他的自我意识放到你的身上，这是需要极强的心智的完善度的。所以我才说越早越好。如果你已经没有做到了，那么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多陪着他去做他要做的事情。在这个过程里，他会自动的把对你不太喜欢的那个事情的注意再转移给你一点，再把他那个宝贵的自我意识分给你一点，你才能产生影响他的这个结果，能懂吗？而不是说我认为这个是对的，我要把对的现在立刻给他，不是这样的。以前是你主导的，但你退出了，那现在你想让他建立自我意识的话，你就需要按照他的路子走，让他把现在的主要的注意力关注点挪到你身上一点，你才能影响他。这是比较大的孩子。比较小的孩子呢，就去多实践，多摸鱼，多摘果子，多让他产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是最简单的通过说话跟人沟通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是人最基本的能力。你想想，小孩先学会说话，不就是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就来解决问题了？但是我现在认识的好多小孩连话都不会说，见人都没有眼神的接触，爸妈就说他内向，他不爱跟人打交道。话说回来，你以后就是对着机器打交道，你都得跟人打交道，你不可能永远不跟人打交道啊。因为现在是一个高度协作化的社会，随着我们的科技越发展，你跟不同的领域的人的沟通就会越多，你连跟人沟通的能力都没有，你说我当个技术天才，你做梦，绝不可能，这个在中国不可能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大家一定要学会跟自己跟孩子去相处。那如果你是一个半大的人，或者你已经大了，说我小时候确实就不太善于解决问题，那现在就可以试着对自己的孩子或自己的伴侣自己的朋友多通过表达自我，就我是怎么想的，我是这么回事。你的习惯肯定是不想说，说了没必要，先说，说完了就能解决。孩子也是，你鼓励他说出来去解决问题，你要这个东西你去跟人家沟通一下解决问题，你眼前有个困境你跟我说一下，咱们沟通一下来解决问题。锻炼孩子跟老师跟同学跟社会跟邻居，哪怕跟这个门卫，所有他接触到的社会的公共的 NPC 去沟通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就是实践的第一步。这个对产生孩子的内驱力至为关键，明白吗？如果小孩说他不爱学习，先让他掌握解决问题的获得感对好好学习有帮助。你现在甭管无效沟通，你帮他做判断这个事儿，你又是只让他喘气儿，你让他去实践，包括失败的实践都是有必要的实践。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挺能干的人，那么你就要明白，你的能干其实就是实践来的，想想是不是？所以我们平时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也要看一下自己，说我的孩子不像我，是他没走你的来时路，所有的人都是靠自己的历史来解决的呀。那你没有，他跟你不是一样的历史，自然就不可能了。